影之实力者第2季终于迎来了大结局，剧情依旧相当炸裂。暗影大人也装了本季最大的逼。不久前，教团的圆桌骑士莫德雷德召唤出了魔王拉格纳洛克，虽然刚出来就被暗影大人一个响指斩断了一条手臂，因为暗影大人嫌弃这玩意儿太过丑陋，简直有损自己的逼格。紧接着一扬手臂，潜伏在教堂的所有暗影庭院成员全部站了起来。准确来说，已经不是潜伏了，因为除了敌人，下面坐的全是他们的人。想起来罗斯公主还有更重要的戏份，西德就让她先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，然后回头看向魔王，露出诡异的笑容，直接闪身来到魔王面前，一拳砸上去。两人展开了一场你追我赶的追逐战。下面的莫德雷德也迎来了他的对手伊普西龙和贝塔。这俩人的嘴一个比一个毒，把莫德雷德嘲讽的气急败坏。就算手握能释放无形刀刃的人月魔剑也没用，而且那把剑还是精灵锻造。贝塔一句还给我落下，就直接出手挡下了莫德雷德的斩击。莫德雷德还以为他手里也有什么古遗物，只能说格局小了呀，小伙子。与此同时，罗斯公主已经来到了王宫外，城里被魔王召唤出的大量魔物肆虐，他见一个砍一个，好不容易将王宫周围的全部解决，正准备去市区，就看见玛格丽特跑了过来，并让玛格丽特去打开庭院的地下入口，引导人们进去避难。他要召唤骑士们前去营救其他市民。看到公主这么尽职尽责地为国民考虑，玛格丽特为自己之前的态度感到羞愧。现在他已经认定罗斯就是他们的国王了。而暗影大人正游刃有余地跟魔王玩躲猫猫，一不小心刘海被烧焦了。暗影大人勃然大怒，不过经过刚刚的追击，魔王已经变成了蛛网上的猎物，浑身都被无形的丝线所缠绕，动弹不得。大家都知道暗影大人有多强，所以罗斯公主根本就不担心那边，她只是在想要怎么对付莫德雷德。结果下一秒，一个人影就狼狈地飞过来，仔细一看，可不就是莫德雷德嘛。伊普西龙和贝塔也紧随其后。莫德雷德气急败坏地放狠话，反正魔王是不会输的，只要我家魔王放个大，你们这种人一瞬间就会被消灭。被贝塔嘲讽，那得是多遥远的一瞬间呐。他们俩并没有着急杀掉这个圆桌骑士，而是试图从他口中套取关于教团、黑色蔷薇和魔物的情报。没想到莫德雷德有话还真说呀，而且一上来就是一个大新闻。这个世界的外面有无数不同的世界，暗影大人穿越到异世界并非意外。教团的人竟然知道有异世界的存在，并称其为魔界。那些魔界有的全是冰，有的全是火，也有的充斥着拥有强大魔力的魔物们。魔界们全都是以某一个点为中心旋转的，他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也是那个周期上的一个点。不过教团现在还没观测到中心究竟有什么，他们只知道那些世界一直在不停旋转，而不同的世界在互相触碰到的瞬间会产生联系。这个世界在很久之前就曾跟魔界产生过一次联系，从那之后才出现了魔力。紧接着就是生态系统发生巨变，当时的统治者龙因为无法适应魔力而遗憾退场，取而代之的就是人类。这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，人类会不会跟魔力一样，也是来自不同世界的生物呢？当然也有一些东西从这个世界流到了魔界，就像多年前有一个王国连同所在岛屿一起消失的事件，那个国家名为亚特兰蒂斯。这时贝塔提出了疑问，魔人迪亚波罗斯是从魔界来的吗？莫德雷德否认了，那是真正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，但它的原型生物确实是来自魔界。教团将那个魔界称为第一魔界，从那里得到了很多知识，黑色蔷薇也是其中之一。没错，那个黑色蔷薇其实是人造的与魔界相连的门。之前奥利亚纳王国偶然打开了门，造成了10万敌国士兵瞬间消失。然而在那之后，有怪物不断从门内涌出，蚕食人类，是教团关闭了门。作为报酬，他们需要将每一代王族的血都交给教团。可轮到罗斯这一代的时候，国王却拒绝了。直到此时，罗斯才意识到父王究竟有多么爱他。可惜一切已经晚了。莫德雷德表示，奥利亚纳王国将会有第4魔界之王拉格纳洛克。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一个庞然大物砸了个正着。没错，正是他口中的拉格纳洛克的残肢。
堂堂魔王已经被暗影大人在空中炸了朵大烟花，秒杀，直接秒杀。莫德雷德破大防，嘴里一直在喊着，这可是观测史上最大级别的魔力体，是次元世界的无价之宝啊！他在那边咋咋呼呼，贝塔他们这些时常接受暗影大人洗礼的成员却早已见怪不怪，而莫德雷德竟然因为无法接受现实当场自尽。暗影大人还不知道自己给教团精英带来了多大的心理阴影，只关心自己的戏还能不能演下去。结果莫德雷德跟魔王合二为一了。暗影大人看到这一幕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，还真是无可救药的烂作呀。两人在空中纵横交错，已经玩腻了的暗影大人引着对方就来到了太空，开始一本正经地讲起了故事。暗影大人竟然在教异世界土著如何制作核弹，可惜他没讲明白。莫德雷德也听得一脸懵逼，于是暗影大人干脆演示了一遍，直接用魔力手搓核弹。莫德雷德察觉危险降临，顿时面露惊恐，歇斯底里地问着：“你到底是啥玩意儿啊？”暗影大人伸出手指对准他回答：“我是原子。”下一秒，莫德雷德炸出了比魔王更加闪耀的光芒，简直就像驱散黑暗的极光。等光芒消散后，暗影大人也回到了空中，感慨偶尔不动脑子的用蛮力碾压也不错呢。然而上空突然扭曲，出现了一个黑洞，暗影大人试探着伸手，转瞬间就被暴风吸入了进去。罗斯手上的戒指也在同时碎裂。与此同时，西德原本的世界竟然是一片废墟的模样，而他当初救的那个女孩西野茜已经20岁了，身上却还穿着那身校服。原来在西德穿越过后，这个世界就陷入了危机，西野茜觉醒异能，成为了救世主。夜晚是最危险的，但是他为了帮同伴拿回遗物，还是毫不犹豫地出去了，来到了曾经遭到绑架的小巷子。突然他察觉有人在身后，立刻幻化出一根伸缩棒，并转身看去，却什么人都没有。才刚松口气转身继续走，就一头撞到了一个男人坚硬的胸膛，竟然正是当初绑架他的那个人。男人似乎被改造成了机器人，还不等西野茜反应过来，另一个男人就背后偷袭，用电击枪把他电晕了过去。再次苏醒，又是熟悉的地点。好家伙，没看2度是吧？委托人让这几个杀手活捉西野茜回去，因为他要亲手杀了这个女人。壮汉男的记忆却在这时产生了混乱，还以为这是几年前呢，在记忆中看到了一个人影，以为西野茜就是那人，立刻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。突然屋顶传来了熟悉的脚步声，下一秒整个仓库都被震碎。暗影大人堂堂登场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将2个杀手解决，还不忘做自我介绍：吾名为暗影，是潜伏在阴影中狩猎隐隐之人。